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线上，今天是2024年9月29号。那我们今天3位帅哥，郑琦、这个还有一个，还有定杰。你指那个是什么？茉莉，Hello， 茉莉，你在哪里？茉莉是这位吗？稍等我一下，这样有看到茉莉吗？茉莉，你要开镜头？要开吗？开吧。茉莉，让大家也认识你一下好了。好哦。我们今天的讲师总共会有4位哈，茉莉是我们的隐藏版。那这时间点，因为他们都已经到线上来，我们就邀请4位伙伴喽，为我们开讲，请。好，那我们开始前的话，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壮游的团队。那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壮游。壮游的话，它的定义其实就只是一群18岁以下的小孩出去做游玩啊，去学习啊。比起普通的单纯出去玩，它会更接地，像接 local 一点，然后去学习当地的文化跟不同地方的故事。那我们的案子是从国1的时候是接童军第一次开始这个活动，然后童军那时候开始之后，我们就每一年都有做，从国1到现在高3了，我们已经玩了第5年。那我们的玩法是接台北市青发处的案子，那每年都会有4万块的钱让我们出去玩，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去做，然后每年11月都会有简报，做我们最后的最终报告。然后所以今天的讲的报告啊，这些东西啊，都会跟我们最后讲的可能是只有5到10分钟，但是我们像我这边就是把它拉到1个小时，然后来给大家做简报。那我分享一下我们简报，那我们就进到主题。然后先介绍一下成员。我跟郑琦都是元老级的，就是从第一次玩到现在。然后陈定杰的话是玩5次，然后茉莉的话就是我们郑琦的妹妹，然后这次也有跟我们一起来，她也玩了2次，然后这次也有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壮游活动。那我分享我们的画面。请问看得到吗？大家？有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大家好，我们是与你飞行蓝屿男孩。对于蓝屿，想必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哇，海很漂亮，可以潜水，就这样的。但是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不用开麦克风，因为我们不确定会不会有人回。但是，请问大家知道蓝屿有几个部落吗？我们发现，总共有6个部落，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游客都已经不知道这些事情了。其实我们发现说，现在的游客想要的都是只是一种去放松的感觉，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的报告能够带给大家的是，就是给大家知道蓝屿不单单只是一座岛屿，而是它有很多的故事跟很多的文化在里面。那首先开始蓝屿，我们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播放画面吗？因为我们现在画面是黑的。有，它没有东西是不是？分享到画面吗？我这边是有看到的。我看到的是黑色的。这样子有画面吗？我这边看到是正常的。我这里也是。我们这里也是。你们是什么？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OK， 好哦。那要修吗？还是？好，那应该是，那还有人不正常吗？目前好几个都有，那显然雅婷你那边再看看咯。OK。好，来，请我们继续。好，那我们继续。那我们学到的事情是，上岛第一件最震惊的事情就是，原来蓝屿有6个部落。那我们发现说，这6个部落最特别的事情是我等一下会讲，我们第1天的行程，我们学到了，其实每一个部落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名字跟特色，不管是船只，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船只，他们的画法，像是画圆的方式啊，或者画图案的方式，他们都有一些不同。那最有趣的还是他们的语言，
明明就是都在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岛屿，但是大家讲的方式，他们的那个 accent， 他们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都去岛上面学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这次壮游，因为我们刚好7天，然后我们第1天就耗掉了，因为去移动交通上面的，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既然有6天时间，那我们就希望像是那种宝可梦打道馆一样，一个一个去做探访，然后每个地方都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所以这次的行程就是每一天去6个不同的部落，然后就像是一个我们的心路历程一样，然后用一个 journal 的方式来跟大家叙述。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讲的是狼岛，狼岛在我们的上方这边。然后我们第1餐是去秘密基地，那我们刚好有机会对老板娘做到采访。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发现了在兰屿，为什么他们的发展跟其他的地方相对性比起来会慢很多？那理由是因为第一个是他们本来就是保育，他们的区域生态是保育的，是从政府会，他们是特殊的族群。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岛内的东西，他们的土地是无法贩售给外面的人的。所以简单意思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有岛民可以去买这些东西，地皮是不会去贩售给外岛人的。那所以说他们运送物资啊、房子啊这些东西，他们都得要自己来处理，尤其是可能船只移动，他们都会花很多的时间，那物资上面就会很缺。所以说他们做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很辛苦。比如说老板娘她自己可能就会开大卡车啊，或是会开那种挖土机啊，所以这些东西他们都必须自己做。那尤其是像是这间餐厅，那就是老板娘自己跟她的伙伴们一起搭建出来的。可能除了电工外，要请外面的人来做，大部分其实说你看水泥啊这些东西啊、建成啊、做地基啊，他们都是得要自己来做的。然后我们在他们的餐厅里面学到的东西，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兰屿上面都是他们的文化是有一些潜规则的，是没有办法去被更改的。比如说他们的捕鱼方式是男生去海捕，但是女性不能去下海捕飞鱼。那男性捕完之后，他们会在沙滩上面做处理，比如说刮完鳞，然后回到家给女性来掏内脏。其实他们在兰屿上面的文化是男女的规则是分得非常清楚的，男生能做什么，女生能做什么。但是有时候如果像是女性家里完全没有男人的话，那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去海边，他们如果一定要刮鳞的话，因为他们的鱼是一定得在海滩上面把鱼鳞刮掉，刮完之后才能够带回家处理。所以如果女性要做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必须得要杀一只鸡，然后来告诉海里面的飞鱼，跟他们说啊，我们做这件事情没有冒犯，是因为家里没有男人，我们才会这么做这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的飞鱼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飞鱼都会晒，然后他们飞鱼可能有一些，如果你没有看我镜头的话，他们有些特别的方式，比如说要么从头上面挂钩子，要么从肚子上面挂钩子，然后或者是从尾巴挂钩子。他们是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或是他们的晒法啊，他们的不同清理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想去研究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去慢慢的看，慢慢的做探访。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蛮有趣的东西呢，就是他们女生出嫁的方式，以前有个文化，是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日本人来做交易，还是美国他们欧洲人过来，反正就是他们来做交易的时候是拿玛瑙，因为玛瑙很漂亮，所以他们做结婚的话，如果要去娶女生的话，他们就要拿玛瑙出来。然后所以说他们有一个笑话，就是在讲说女生只值一颗玛瑙，就是一颗小小的那种石头，亮晶晶的。然后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上面的这个是我们的民宿的老板娘，然后我们有机会跟她做到采访。
那我们这次的采访跟他做的采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学到了一个岛上的小知识，就是当地你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山羊，然后他们有个特殊的文化是，他们岛上是因为了不要让这些动物啊、山羊啊到处就是播种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必须得要帮他们做阉割的处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岛上根本没有那些医生啊，没有兽医啊帮他们处理。那他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呢？他们就会去找人，然后拿石头把羊按住，然后直接把它下面2颗直接打掉。然后对，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震惊的事情。那他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第一个是要让他们不要乱吃他们种植的食物，我等一下会讲。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要确定不要到处播种。但是所以我们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一直去看说山羊的下面啊，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有趣的是说，我们在岛上都不会看到牛啊之类的，就是牛这种动物。那我们想说牛不是很好养啊这些，所以我们就会去询问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养这种东西。那他们很好笑的事情是说，他们讲说老一辈的人会怕就是2只脚的东西，他们觉得牛很凶。那我就想说很奇怪，那山羊不是也有2只脚，明明大大的，这个是我们觉得一件蛮有趣的事情。那我们也有去询问到说，为什么餐桌上啊，我们都不太会常看到，比如说羊肉或是猪肉，他们岛上的动物，就是明明到处都是。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这些逻辑是因为，如果要杀一些这些东西，他们会是当做就有大事情要宣布，比如说家里人要结婚啊，或是有什么喜事，或是有小孩考到哪里啊，就是考了好学校，他们才会去杀这些动物，然后请其他人，请大家来他们家里面吃饭。所以说这些东西不会是天天都看到在吃的，只有到特别的，就是只要哪天有看到在餐桌上，就是这个家有好事情发生。那这是我们的风味餐。那这个风味餐就蛮多故事可以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飞鱼，他们其实吃法他们其实岛上的民友是有讲究的，就是他们在一些时间期间内，比如好像我记得是4月到6月的时候只能用水煮的啊，然后到7月到8月后面才能够就是都晒干了才能够用烤的来吃或是煎的来吃。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就是禁忌的，就是完全不能这样做。但是因为在岛上为了要发展，因为旅客来嘛，旅客来都得要就是想要体验这种东西啊，如果你又没有办法准备出来的话，那他们又赚不到钱，所以他们会自己沟通，就是说在岛上他们不会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不会吃这种东西，但是他们会做给观光客吃。所以如果大家上去岛上的时候看到他们都不吃这些东西，在那段时间的话，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他们的原因的，就是他们文化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那接着来看飞鱼，飞鱼其实他们岛上会有分3种，一种是老人鱼，一个是女人鱼，一个是男人鱼。他们分的话就是分给不同的人吃，比如说老人鱼的话，鱼可能就会鱼种比较老一点啊，他们就会给比较偏就老人家里的老人来长辈吃。但是男人鱼的话，因为男人会比较辛苦，所以比较新鲜的比较嫩的鱼都会给男人吃。但是有时候老人长辈的话，他们说他们想吃，或是因为他们是一家之主，那他们说了算，那他们也有可能说男人鱼都是给我们吃。那往上看，这边是腊肉跟地瓜。那主要大家看到的会是常见的，就是到处在那边种植的很多的都是地瓜跟芋头。那为什么这2个会最常出现？是因为兰屿他们大家知道蛋白质他们都是有的，但是他们要是一个家没有办法，男生没办法捕到足够的鱼的话，那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食物能够填饱肚子的。所以说他们会在意的，比起可能野菜啊那些东西，他们更在意能够吃饱的东西。那在兰屿最难种的又是米，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天天都在台风天啊，可能全部都会死掉。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为了能够吃饱，
他们就会注重第一个是芋头，第二个是地瓜。那他们种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都会围一个小方块，然后一个地方种。如果有就是季节性，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这个月啊，我能够吃什么，然后下一个月如果这边有坏掉的话，我就可以去拿下一个月。他们就是分好说每个月有什么地方可以吃，然后在11、12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奇说，那他们有没有在吃菜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听到说，他们11、12月的时候，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女性也会上山去采一些野菜啊，采一些那个地瓜叶之类的东西来给他们吃。那大家现在会看得到饭，是因为就是现在比较移动比较方便了，那不像是以前他们不需要在当地种，那我们就会去买米回来给观光客吃。但是他们原始的样子其实不太会碰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下一个冬青。好，那我是陈定杰，那接下来就让我讲讲，就是我们在兰屿的这趟旅途中遭遇到一些困难。好，那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呢，是去冬青的部落看看他们的拼板舟，然后顺便在部落走走逛逛。但是由于冬青部落是在我们民宿的另外一头，所以我们一大早就是要准备好搭公车。但是我们马上就遇见了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公车有迟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左上角的这张照片，那这张是兰屿一天的公车表。那可以看见，其实一天只有3个班次。那如果说又加上公车不准时的问题的话，那可想而知，就是想要透过搭公车跑完这整个兰屿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但不过后来我们有从民宿老板娘那里得知，就是兰屿的公车其实有分大台白色公车，还有小台白色的公车。那我们之前只知道白色的那台，所以我们才发现有时候其实不是公车的延误，而是我们准备的其实不充足，才让我们的计划产生变动。那等到我们搭上公车后呢，马上又遭遇到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道路会维修。那由于兰屿是一座岛屿，那距离台湾又有一段距离，就是像我们搭船的话需要搭2个小时，那一周的话可能只有1个班次或2个班次。那如果又遇到台风的话，那这一周又没有班次可以搭，所以当地的资源其实蛮匮乏的，所以有些地方的基础建设其实并没有那么完善，那道路经常要维修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在等道路开放的过程中呢，又花了将近20分钟，那这也稍稍的打乱了我们已经规划好的行程。但是不过像这种干扰计划的事情呢，本来就是我们要在壮游中要学习，要学会如何在计划中预留一些缓冲时间啊，比如说就是像我搭公车之前，我们可能大概提早10到20分钟，就是在公车站那里等好，那就可以让整趟旅程会更有弹性。那赶计划也不用那么急。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能有惊无险地抵达冬青部落。但是我们刚到达冬青部落的时候呢，又发现第3个问题，那就是当地的店家都还没有开。那这是因为和台北或是其他大城市不同，兰屿人没有像都市人那种快的步调，走的其实都是相对慢的步调。那因此当地的店家大多都是11点才开始营业。那也因为兰屿的太阳其实蛮大的，所以我们就只能躲进旁边的超商吹一下冷气，然后顺便看看附近有个叫做情人洞的景点。那这最后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那由于情人洞其实离我们的位置蛮远的，那我们又还没有未满18岁，然后也不能骑机车代步，所以最后只能由我代表大家，就是请汉汉的爸爸载我去情人洞拍一些照片。那虽然像我前面提到了那么多兰屿的问题，
但是只要一见到兰屿真正壮丽的景色，就是亲身体会大自然的奥妙。那比如说是高耸的山脉，或是海岸边的岩石的话，那这些都其实不成问题。下一页。好，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因为我们都还没未满18，我们都还没成年，然后所以没办法租机车。所以在民宿老板娘听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建议我们做一个牌子，上面写着3个字，请载我。那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呢，觉得很惊讶。那因为比如说在台北的话，搭便车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在兰屿不同，就是因为兰屿人其实很热情，会主动帮忙需要帮助的游客。那因此我们在这之后呢，我们的主要移动方式就是站在路边，然后向开着货车或是大卡车的当地人搭便车。OK， 那下一个是换我嘛？那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体验壮游的话，其实它就是跟旅途一样，就是你虽然出门，但是事情不一定都是事与愿违的，然后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时间安排的死死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更静下心去看一切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更愿意花时间把这些小的东西做好。然后跟去理解更多的人啊，跟事情跟故事。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要去做这种东西的话，一定要就是静下心来。你们可以把活动排很紧，但是一定要慢慢去享受整个旅程。比起说啊，我只是单纯去玩耍，开开心心的过这几天就好了。然后第3个是耶游，耶游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港口。那我们那一天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机遇，就是我们认识了当地的火鸡印章的老板娘，然后她是在那个 7-Eleven 正对面，然后刚刚好我们结束就是在 7 买完喝的时候，我们想说一定去看看是什么东西，然后结果看了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我们就来做一些一样跟其他的一样，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不要用采访这个词，因为当地会觉得说，可能采访听起来就是一方面的询问，如果比起是可能就是聊聊人生故事啊什么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些代名词啊之类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询问，就是说这些词啊，比如说性啊、酒啊、酒吧跟开放，在兰屿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就想说，这些东西在文化根底有没有这些东西是关联的？然后我们就去询问，刚刚好他老板娘有请到一位大叔来跟我们讲这些东西，然后于是我们就去做询问，然后他讲说，其实这些东西在比如说酒好了，在兰屿其实他们是唯一一个部落完全不会，就是所有的原住民族里面唯一一个不会酿酒的，所以说其实酒这种东西根本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完全不沾边的。那他们会有这些东西，是因为那时候人家欧洲的人来做买卖交易的时候，他们才有人把这些东西带过来，然后才能够有这些东西来喝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性。我们可能在性跟开放，我们在兰屿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是因为他讲说，在兰屿很多人来这个地方都只是为了要放松，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子。那来放松，他可以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他想做他自己就是平常没办法做的事情。那他们就会靠喝酒啊，靠这些性啊，就是去活动，感觉让自己好像能够放松啊，所以会一样造成当地会有影响他们的风气啊之类的。所以说，虽然我们有总结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文化其实在时间的推演上面是会有改变的，就是它每一段时间是因为会有多少人来造访啊，会遇到多少人或是事情，会影响一整个地方的文化。但是对于兰屿本身，在最早的文化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完全不沾边的。所以希望如果大家去兰屿的时候是
非常的尊敬他们的原始的文化，而不是拿来就是好笑可以讲。其实有时候他们会很抵触这些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有趣，这个字，蛇在兰语上面其实蛇是不能拿来讲的，就是他们老一辈的人都会教小一辈的小孩是说啊，这些东西这个字不要讲。但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长大的时候才会慢慢理解到啊，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在整个兰语里面，那个山上面唯一住他们只有一种蛇，那是青竹丝，是有毒的。那他们就不会去碰那种东西，是因为老一辈就讲，因为有毒嘛。那他们就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蛇就是用笔的，他们只用笔的，然后讲说这种东西不要去碰。所以说，他们不会吃鳗鱼，他们也不会吃蛇。然后，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们的文化都是他们非常非常尊重自己老一辈，所以说老一辈做抉择啊，做分配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分得很细，然后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文化那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一代一代都是教得非常的好，而不是让年轻人随便乱搞一些事情。下一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机遇，就是我们一群人从红头就是从最下面的那个村子，我们那时候搭公车到那边之后，可能搭了1个小时，我们都等不到车，然后我们就一脸很臭，然后我们就一群人走回去，然后我们想说我们直接走回到村子里面，然后那一天又很热，我们一群人脸就很臭，然后刚刚好去完 7 之后遇到了老板娘，然后我们就隔天再回来到这个地方去做那个探访。那我们很好笑的事情是说，从那一次之后，我们走在路上，有人询问我们说，你们愿意就是你们可以来搭我的车，我直接载你们到那个我们的民宿。所以我们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改观，就是想说，我们应该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比起常年在台北的那个样子，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改变，然后去做一些尝试。就虽然说可能童军这个词很常听到，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第一次去做挑战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就得心应手了，基本上到每个村子里面都可以利用公车啊，利用这些拦车的方式举起我们的小手手，然后来去做拦车的动作，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跟一件事情。下一个，接下来换我吧。我要讲的是红头部落。红头位于在兰屿的偏西南方。然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本地的像兰屿文化相关的，像的文创市集，它像有卖拼板轴或是飞鱼等一些文创的吊饰啊，或是明信片之类的。然后红头是那个飞鱼季的算发源地嘛，他们红头部落是岛上第一个举行造鱼季的地方，是他们的海滩是一个重要的记忆场所。好吧，我转下一页。然后同时我们都听过飞鱼季，但飞鱼季里面又分为4个部分，总共分为造鱼季、中时季、收藏季还有螃蟹季。大部分人都有听过前3个，然后除了螃蟹季。螃蟹季它是一个是在4到6月。对，他在4到6月期间，为了体恤男性他们抓飞鱼的辛劳，然后当地的岛上妇女会帮忙捕捉鹿蟹，还有制作芋头蛋糕来体恤男性的辛苦。然后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在兰屿他们的男性跟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别平等的像议题之类的，就是呢，他们男性他们的男性要出海捕鱼，或者是去外面打猎，或是跟别的部落争斗之类的，所以会显得非常，就是他们的性命很有可能就随时都会丢失，所以相对辛苦。然后他们的女性，反正就是他们男性主权不能
就如果低于女性的话，就是他们就不能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庭。帮我看，所以他们对对，还有这个，然后他们红色、黑色还有白色，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平板桌上面看到这3种颜色。他们各自颜色有代表不同的意思，像是红色代表热情，黑色代表珍贵，白色则是海浪，然后各由不同的材料所做成。除了利用天然的五爪贝、红土，还有锅底灰来作为原料的来源。好，可以。解营。好，那现在轮到我的部分。好，大家好，我是林正奇。那接着和大家分享的是野营部落。这里的文化物呢，大多在课本的课堂中都已经看不到了。也鼓励各位多出门多走走看看。相信能看到与课本或者是网络中不同的景色。其实文化屋呢，它又名叫做地下屋。它本身是每个兰屿人的家。透过友人的介绍，也就是刚才的火鸡店老板。我们有缘遇到身为文化讲师的张老师。张老师带着我们穿越各家的部屋，然后引领我们来到老师丈夫家的地下屋。映入眼帘的呢，是一栋被石墙围住，地下高大约3公尺。引领我们对不起，然后一栋熏成炭黑色的木屋。我们走过不高的屋檐，钻入屋内，然后我们坐在地板上。我们可以，然后往头上一看呢，是一排头骨，挂在4个类似窗口的门前。我们将视野瞥向屋内，还能看到那个地板旁的厨房。然后屋子里面呢有2个炉灶。老师呢就坐在头骨的下方，和我们讲述一段很长的故事。我们住的地方呢，他们称为叫做主屋。平常呢是不能拿来招待客人的。如果要招待客人的话呢，则是要到那个那个地下屋上方的工作坊。顾名思义呢，它是用来工作的地方，但是呢，它还兼具着招待的功能。地下屋呢，通常会有3个厨房。在外头的呢，通常是拿来煮菜用的。屋内的左方是用来煮芋头和地瓜。右方呢是用来烟熏飞鱼的。而门的部分最左边是妈妈用的，中间2格是给孩子用的。最后呢也是右边的，就是给爸爸用的。同时每个人的门呢不能随便乱出。像是爸爸的门也会用在丧事上面。但是呢不过呢，一般呢我们只能在一个家里面看到3到4个门。如果出现第5个门的话，那可能会认为就是说炫耀他的家世。这个人呢，他就不会被部落瞧不起。好，由于呢，以前在日治时期，日本人呢会用猪和他们交换一些资源，他们也会很珍惜，像是前面提到的玛瑙。因此呢，族人会捕捞大量的飞鱼、鱼骨和猪的下颚，吊在家的门前，表示财富。在部落的凉亭呢，不只有乘凉的功能，也有观望海洋，然后去看海上敌人的意义。如果呢有发现有人入侵他们的领域，他们就会身着藤甲藤帽出去迎战。除了战衣呢，他们还有专门给丧事穿的寿衣，还有祭典用的银盔。我们呢坐在地下屋呢，其实是很闷热的。但媒体常说兰屿的屋子冬暖夏凉。为什么现在的屋子坐进去都很闷热呢？其实呢，原本的屋顶都是用茅草做的。但是近年来因为全球的暖化，兰屿的茅草都看不到了。导致他们呢也只能把沥青铺在上面。才使得地下屋1年4季你现在坐在里面就会觉得很闷。那么接着呢，我分享一些张老师有趣的童年记事。像是前面的有提到，兰屿人呢，他们忌讳魔鬼。当晚上想要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大人会往小孩的脸上抹一层泥巴，来躲避魔鬼。隔一天早上呢，你看到谁的脸上有泥巴，那就知道谁昨晚跑出去，想上厕所。大家的话可以看到简报的左下角，那个东西呢是一个浮标。那么这个浮标呢，他们通常是在台风过后的海滩上面可以看到。那么除了浮标以外，他们还会找到像是拖鞋之类的一些东西。一大一小的穿到其他的小朋友面前呢，那你就会是最亮眼的。那么或者是这个
像是或者是提到那个浮标，只要清洗加工之后，那它就会是一个好用的水壶。那有多好用呢？那个老师有提到哦，就是曾经呢有两名游客认为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宝物，那么出了新台币10万元想要购买。但是呢，老师她跟丈夫商量后，最后还是没有卖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浮标呢，它跟老师已经相处很久了，那它就算是没有人要的东西，那对每个人来说还是有不同的意义。那我们觉得呢，张老师的故事十分精彩，那很丰富，那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内容。那虽然他只是用口述跟我们讲，还有一些实物让我们看看，但是我们透过想象力呢，在脑海中幻想还是很现实的。好，那我觉得今天的行程呢，会比较像是补充和延伸。那我们感慨呢，地下屋子存留在野营部落，但也庆幸我们能听到这些故事。好，那我再补充几个小故事好了。我们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听到张老师说，他们小孩子非常非常喜欢台风天。那我们想说，奇怪，台风天不是会淹大水啊，什么什么到处都是风嘛之类的。他们说，他们喜欢台风天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垃圾啊那些的会直接被吹到那个海岸上面。那如果比如说他们就会去找那一些拖鞋。他们要是能够拿到一只拖鞋，就是一件哇很骄傲的事情。然后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在我们的逻辑里面，在台北这种事情，每一只拖鞋可能就是几十块而已，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那另外一个的话，这边虽然图片看不到，但是其实我们更好奇的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他们地下屋建在这个样子，他们不会淹水吗？因为明明就是整个路线感觉就是一定会淹的感觉。那我们后来发现说，他们水路是考验一个工程师的，就是厉不厉害。就是如果要是他没有办法把水流在外面这边一圈底下引出去的话，那就代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工程师。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要能够搭好一栋房子都是必备的技能。那最后一个是渔人。好，那最后要来讲的是我们在兰屿上的生活日常。那就比如说像是左边这张刨冰的照片，那为什么我要拍这张照片呢？那这是因为我们第一天一上岛的时候就想去找冰吃，但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兰屿的店家其实很少，然后我们的民宿附近又没有冰店，所以我就很失望。但比较幸运的事情是，就是在我们抵达渔人部落的之后呢，就是刚好有瞄到路边有一家冰店，那我们就很幸运的吃到我们期待已久的剉冰，那也顺便拍了这张照片。那再来是兰屿的天气其实蛮阴晴不定的，所以常常我们在出去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会开始刮起大风，然后乌云也从一旁的山脉冒出来，然后天空也慢慢的被乌云遮盖。那待在兰屿的这一周呢，我们也学会如何要看兰屿的天气。那就是每当有莫名其妙的风开始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上又要下雨了。那右边这张照片就是由于外面在下大雨，然后所以我们只好在屋内煮起泡面。然后因为附近没有店家在晚餐时间的时候呢还有营业，那我们就只能先去超市备好食材，然后这样就能在下雨天和晚餐时间呢还有饭可以吃。下一页。那就是像我前面提到一样嘛，就是兰屿天气其实蛮多变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是躲在我们的民宿里面。那我们躲在民宿的时候呢要干嘛呢？就是会打牌。那打牌呢不只是增进感情嘛，那其实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时间，就是可以顺便看看更多兰屿有关的事情、资讯或者是文化，然后也可以顺便再为明天的行程做更多的准备。那我们在兰屿更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看风景。那可以看到我们
下方这些照片。那这些照片都是我在兰屿上拍的。那我拍这些照片，就是主要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其实也有这些像这些美妙的景色。那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其实缺乏了一个观察的眼睛。那其实我们只要我们注意到平常你没有注意到一些小细节、一些小角落，其实只要你拿起相机或者是手机随手拍一张，其实也能拍出这些好照片。OK。哦，好，那因为这次时间充裕的关系，我们可以讲到比较多东西。就是我们很高兴，就是这次有机会因为陈定杰他们家是做摄影的，那有机会让他带到相机来拍，我们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照片。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虽然就是我们有伙伴身体可能不适，没办法下水，那我们就大家都一起不下水，就是想说兰屿怎么可能不下水？但是我们其实发现兰屿还是有很美的地方，虽然不下海，但是正因为不下海，我们才会更多时间跟更多心力放在这些东西上面。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前面大叔有跟我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不同，故事也不同。希望今天各位听到我们所述的故事，不要一本正经的跟人家说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所有事情不分对错，可以被纠正，有讨论，这才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故事，是我们听到并统整的，希望大家不要被一种答案禁锢，探索才是活动很重要的一课。与你飞行，兰屿少年，谢谢大家。然后在最后补充，就是给大家看看那个我们无聊的影片。最后的话，郑晴，你有那个影片吗？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兰屿上面有多无聊。OK， 分享一幕，到这个方面。那像这幅呢，是我们跟岛上的狗狗都有点互动的感觉。就是我们把全岛的动物，我们都因为我们有一个伙伴今年没有来，然后他去年嘴巴很臭，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动物遇到的狗狗啊、猫咪啊，或是羊啊，都叫它的名字。就看到一只，比如说看到一只狗，就会说啊林居米，然后看到一只猫就是林居米，怎么在这里？然后还有比如说玩那种现在没声音，但是像是我玩抽鬼牌，莫名其妙就剩2张而已，然后可以抽超过5、6次，然后每一次都抽不中，就是岛上面什么无聊。然后有些人就会看到我们不知道在干嘛，因为我们觉得说玩这种东西不够精彩才普通，所以我们还要带惩罚之类的，比如说有人拿脸要扮鬼脸，那如果有人笑了的话，还要再抽惩罚牌啊，然后我们就很有趣。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像是这几天可以播的，就是我输了，然后我在地上当飞鱼啊，然后在地上演飞鱼，然后很可怜。然后我们还有人就是输到要去外面跟就是对着大海跟人家告白，然后告白谁我就不说了，然后还有一些琐事啊，比如说一大早起不来，我不想起来，或是这个影片就是先看林正奇被他就是他们的哥哥跟妹妹之间非常友好的互动，就是一整个晚上很无聊，然后他妹就拿那个我们煮饭的锅铲去捅他哥，然后我们一群人在那边很无聊。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我们在整个民宿，因为民宿有冷气，然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我就觉得非常很好美好的回忆。因为兰屿真的很热，比菲律宾还要热。然后最后那个没有声音就不用播了吧？是有啦，但是看你想不想。
然后剩下就是我睡觉起床就是不想起床，然后再赖床的影片。那很无聊，他们就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延续一些传统，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啊，或是前几年啊，我们就会故意在耳朵旁边播音乐啊，播一些奇怪的音乐啊，或者什么的，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把人家挖起来，然后我们就死都不想起来。然后我们还被民宿老板娘跟人家说啊，我看你看这些台北的小孩，跟我们这边人都会自己自动起床，你看他们的都不会，还要人家催，差不多是这样子。好哦，好，太厉害了，好精彩哦！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4位伙伴哦。那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先来个大合影吧，请大家现在先准备一下，把镜头打开。志颖姐姐，我跟你说，请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叫黄正宏，他现在在南美洲。在南美洲。哦，他有上线吗？有啊，你可以看他开了巴拉圭。郑凯在哪？他在7号黄正宏。巴拉圭哦。所以正宏缩小了是吗？这么小？这是看起来像幼童军哎。对。你在巴拉圭住什么？他的妈妈也是，他们住在巴拉圭，然后他的妈妈以前也是童军。哇，然后欢迎。对，欢迎他来。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级的南美洲上线了。真是棒，好哦，太好了！南美洲的伙伴哈，巴拉圭欢迎常常上线。等一下，我们菲律宾也有伙伴上线哦，嘉威。好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景宇也上线了，嘉威跟景宇，对。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哈，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哈，就是也是 Lucy 帮我们牵线哦，所以我们有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精彩的内容可以听到哈。好，那各位镜头都开了吗？都准备好了吗？开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太好了，那就等我一下，我来试看看，先试拍一张好吗？3、2、1，看看有没有成功。好，我再试拍一张好吗？3、2、1，好，借我快速拍一张，3、2、1。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